亲爱的同学，大家午安。午安。好，来第一个提醒大家，麻烦手机，好，麻烦手机，请关手机或放到静音，不然会干扰到我们课程的进行。好，那首先感谢所有这个现场的同学，跟我们线上的同学一起来参加下午的公益讲座。好，其实今天徐医生要讲这个讲座有点百感交集了百感交集，因为今天讲的讲座是这个恩宠跟喜悦，恩宠跟喜悦。好，可是大家知道徐医师最近才被诈骗了4000多万嘛但还不知道的人打我的名字上我的脸书，好不好？好，还不知道人打我的名字上我的脸书。好，那还是要希望大家尽量帮我转传，转传给这个法律界的人，律师界的人，商界、建筑界的人，好不好？好，因为简单来讲，我不希望这种事继续发生在善良的台湾人民的身上。好，早上我在新店上课的时候，讲到这一段，其实同学很有共鸣，就是今天为什么建商跟这些有钱有势的人敢这样对待我们，是因为他之前每次这样对待都是成功的。好，所以在许医师是受害者之前，一定有 N 个受害者，那他一定都成功。好，比如说对方的这个黄泰丰律师，好，那官司打输了，许医师3审定验胜诉，竟然他的当事人就脱产了，然后他竟然就变成后来成盘建设的后手，中华建设的董事。各位，你觉得离不离谱？这不是勾结是什么？这不是勾结是什么？对啊，好，合理的猜测，是他拿许医师当祭旗，去讨好他的组织。各位听懂吗？讨好他的组织，作为个人生涯在进阶的一个筹码，听懂了对，好。来，徐师先回到赛斯心法。这个赛斯心法在讲到恩宠跟喜悦，当然喜悦我们就要从宇宙本质的能量做起。我们先讲恩宠，在个人实相的本质里面，赛斯提到恩宠是一种透明的状态，在其中生长跟发展是没有阻碍的。好，意思是说，在恩宠的状态当中，你感觉到你可以心想事成。在恩宠的状态中，你感觉到你跟宇宙1对1的连结。好，这也是徐医师今天要讲的主题。好，感觉到我们与心灵的连结。好，因为真正的平安跟喜悦，甚至是力量，并不是向外求，并不是。好，真正的平安、喜悦跟力量是来自内心。好，当然这句话说得很简单，可是各位有多少人的平安喜悦是来自银行户头的多少钱，跟买了几栋房子，对不对？跟有没有一家大公司，然后是不是股票上市上柜，对不对？多少人的平安跟喜悦是你觉得自己很厉害，赢过很多人，你是一个大老板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多少人的安全感是因为你是这个有钱人，是吗？来，各位，好，可是真的是这样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当我们说真的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其实要用一种我们讲很科学的术语来说，就是 indirect or direct。direct 就是直接，
安全感直接来自钱多寡吗？还是它是间接关系？那如果是间接关系，那一定有一个直接关系嘛，对不对？一定有一个直接关系，因为任何的间接关系，理论上来讲都没有保障。意思是说，你绝对不会因为钱越多就越有安全感，有时候刚好相反。假设人家要打劫，那个没有钱的一边去，对不对？好，人家要绑架，好，比如说，好，徐师开个玩笑，假设人家要绑架我的小孩，那我就只好把那2只鸟给他了。有没有小孩嘛？那2只小鹦鹉你要不要？好，那当他绑架我的小鹦鹉，他可能又会后悔，因为我的小鹦鹉会咬人。好，小鹦鹉属于猛禽类的，好，对于不熟的人其实很凶。OK， 好，所以安全感一定来自你有很多钱吗？你有很多钱，你一定有安全感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好，我们再提到恩宠。刚讲恩宠是一种透明的状态。我回到这个礼拜3在台北分会上梦境话语价值完成，赛斯提到人生的所有一切，好，其实都是充满意义。好，各位，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不一定你一定要透过宗教来赋予人生意义。人生所有的一切，包含你的出生，你生命中发生的所有的一切，其实都是充满意义的。就像最近徐医师身上发生这件事，后来我回过头一想，好，因为赛斯心法很好玩，它常常是要因果颠倒。今天并不是许医师遭遇这件事情，所以我要带大家上街头，不是，是因为我想带大家上街头，才发生这件事。来，听懂了没有？好，赛斯心法它的逻辑跟心灵常常是颠倒的，因为自我的逻辑都是因果，有没有？各位，比如说你是想要到美国才坐飞机，还是你误上了飞机，发现到了美国？来，你回答我。来，你是想要到美国才上飞机，还是你误上了飞机才到美国？那时间顺序，你是先上飞机还是先到美国？所以时间顺序因跟果是你先上飞机才到美国，对不对？先上飞机是先发生的嘛，到美国是生的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事实上你是为了到美国才坐飞机呀，这样懂了没有？这样开始大家有没有开始有一点点晃你的脑袋的感觉了？创造实相也是啊。许医师是因为遭遇这件事情才要上街头，还是其实我的心灵很早就想带大家上街头，我才让这件事发生？而发生这件事的目的，最后是我把大家带上街头，来，对不对？来，鼓掌一下。各位，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告诉你，心灵的创造实相跟自我的遭遇实相是不一样的。常常心灵都是为了某一个意义跟目的，才让你遭遇某一个实相。比如说，是你离婚之后才开始一个人面对人生各式各样的挑战，还是你本来就希望一个人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，不要有一个人在旁边啰嗦限制你，你才离婚的？来，听懂了没有？所以是你本来就想离开一份安定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工作，你才离职，还是你最后发生的某一件事让你不得不离职，而最后你被迫离开一份安定的工作？
其实是因为你本来就想要迎接不同的挑战，你只是没有勇气，而心灵帮你创造实相，让你离开这份安定的工作，明白了没有？是啊，哎，各位听懂了没有？所以你们遭遇每一个实相，你们常常要颠倒过来想。好，就好像刚刚许医师刚才说的，对啊，今天如果我想带大家上街头，那我们总不能无缘无故上街头啊，展现我们的肌肉吗？展现我们的身材吗？有病啊！我总要发生什么事情嘛，而且这件事情还要激起大家的共感，对不对？那个共感就是为什么有钱有势的人可以这样欺负人？为什么小老百姓守法聘了律师，3审定验胜诉，结果1毛钱拿不回来？最可恶的是，建商房子还继续盖，然后还卖给别人，来，没错吧？来，你们忍得下去吗？我想这已经是台湾人民的善良底线了哦。好，所以大家还是要帮许医师写给行政院总统府，好不好？好，不要说别人有写你就不要写，你是为自己而写，因为很简单，今天你不站出来，明天就是你是受害者，很简单啊。今天你不站出来，明天就是你是受害者。那今天为什么许医师受害？因为之前的受害者都没有站出来啊。各位听懂了没有？所以我还是会呼吁大家，赛斯心法不是只是心灵，它要求采取行动。今天你不站出来，你就是下一个受害者，很简单。OK， 所以你们，我希望你们不是为我而做，是为你们自己，是为你们自己。好，我们再回到恩宠。恩宠，它代表了每一个人跟宇宙的一个1对1的连结，1对1的连结。好，意思是说，我们如何从我们的心灵当中得到平安、喜悦跟力量？各位，那是与生俱来的，是我们的灵魂给我们的，它并不是自我在物质实相建立起来的安全、丰盛跟恩宠的假象。各位听懂吗？因为自我会觉得自己没有力量，想去外面找别人有力量；自我会觉得自己没有不安全，想存更多钱。各位，自我会觉得自己很孤单，想去外面交更多朋友。可是常常你交更多朋友，你只是失去自己更多，因为你要伪装自己讨好他们啊。好，今天开个玩笑，有一个人都没有朋友，我说恭喜你啊，所以你不用讨好任何人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不用伪装自己讨好任何人，你朋友越多，可能就要去表现出他们喜欢的样子啊。好，所以徐医师今天要讲的所谓的恩宠，是你如何回来跟你的心灵做连结。好，我还是要举这次事情当例子。说实话，因为徐医师一路以来，我没有在跟有钱有势的人做朋友。好，我的朋友就是各位这一群这一群非常独特的赛斯家族。好，也许你们有钱有势，我不知道，可是你们从来不是因为有钱有势坐在这里，你们是因为你们对心灵的兴趣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从短暂来讲，你们是想解决自己遇到的痛苦跟困难；进而远之，你们可能是想帮助你们周遭的人。对，好，所以我刚讲，好，徐医师从来不会特别去巴结所谓有钱有势的人，因为我始终相信，力量必须来自每个人的内心。来，我们再把内心再做一个定义，心灵充满了爱、智慧、慈悲、创造力、喜悦跟什么？神通。神通。好，所以虽然这件事的发生，当然我会希望得到基金会的支持，也希望得到各位的支持，可是我深深的相信，力量必须在自己身上。对，好，所以当同学有人跟我说，哎，徐师，我们去找有利人士好不好？我说有利人士是谁？立法委员吗？民意代表吗？黑道吗？总统吗？各位没有问题，都可以找。可是
我始终相信有利人师是谁？是你们，是你们每一个人，是我们的什么内心？各位，这才是真正的赛斯心法啊！不然佛陀说众生皆有佛性是在说什么？对，可是这个东西是现代人最缺乏的耶，各位。我们现代人最难从我们的内心找到力量，因为我们有时候宁愿相信专家，相信别人，我们也不相信自己，来，对不对？是啊。好，所以在赛斯心法的修行里面，来，许师先讲结论跟目的，希望每一个人能够感应或体会到跟造物主或跟内我一对一的连结，而感觉到你是被这一份智慧所关心、所爱的。各位，换算成基督教的说法，就是有一个造物主知道你是谁，有一个造物主知道所有你的轮回转世，知道你这一次是西元什么时候出生，在什么地方，就像你的超灵一样，他始终在你的左右，他知道你是谁，他知道你为什么来到人间，他就是你的内我。各位理解我的意思？对，而这一股力量始终在爱着你，支持着你。好，我希望这个不是讲口号，我希望这个东西是最后在座的每一个人，你们都开始感觉到，仿佛宇宙有一个独特的能量跟你连结在一起。我希望这变成各位的亲身体会。各位，我希望这变成你们的亲身体会。而赛斯心法非常有趣，它不但有理论，它还有落实的方法。怎么样让心灵的自己跟自我的自己做连结？各位，怎么样让自我的自己了悟到他是被心灵的自己所带领、所恩宠的？好，先回到这本书，一定要介绍这本书，这次的新书哈。我那天看到这本书啊，其实后来发现最开心的是谢志伟心理师。我一定要介绍一下谢志伟心理师哈。其实他是香港的同学啦，他是香港人。好，可是后来我觉得他真的很有勇气，他从香港全家移民到台湾，然后在台湾考了台湾的心理研究所，然后也念完，也顺利的考上台湾的国家认证的心理师执照，所以他现在是一个正式的心理师。好，虽然有时候他讲着一个不完全很标准的国语，因为他的母语是广东话。好，他非常的认真，整理的这本书叫《接纳》，接纳。好，所以于是这2天看到谢志伟谢心理师非常的兴奋。好，从一个香港人，然后到台湾重新开始，然后迈入另外一个全新的职业的生涯。来，我们先给他鼓掌一下。好，各位，如果我这样说，假设没有一个宇宙的力量在恩宠着你，我们怎么可能走到今天呢？来，各位仔细听哦。如果没有一个宇宙的力量在恩宠着我们，好，你怎么可能会走到今天？虽然我说这句话，好，可能对某些同学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触。好，也许你曾经，好，走的
那个同学可能会妨碍到摄影机，稍微让开一下。好，对，各位，也许有违背各位你们的生命经验，因为也许我们当年是很孤单的长大，也许当年我们是很辛苦的奋斗，也许我们走到今天吃了很多苦，所以有些人就会质疑，为什么会有造物主？有造物主的存在吗？他真的在乎我吗？如果他真的在乎我，为什么我会受这么多的苦？比如当年我大学联考没考好的时候，他在哪里？当年我失恋伤心难过的时候，他在哪里？当年我事业失败，我没有事业失败，我举例来讲哈，就当年我事业失败沮丧的时候，难过的时候，他在哪里？当我欠债还不出钱的时候，他在哪里？或当年你怀孕流产的时候，他在哪里？各位，好，我们都会渴望有一股力量在爱着跟支持着我们。各位，可是回到另外一个部分，今天你就算一个父母，就算你是一个父母，你能代替你的孩子吃所有的苦吗？可能吗？各位，这就是问题所在的。这就是问题所在的。今天如果说造物主是爱我们的，内我有着对我们无限的一个爱跟在乎，可是各位，他对我们无限的爱跟在乎，其中包含了容许我们去成长的空间呢。可就像今天你是一个爸爸，是一个妈妈，你再怎么爱你的孩子，你能代替他去跑500公尺吗？好，他失恋了，你能代替他难过吗？他交不到朋友，你能帮他交朋友吗？来，各位懂我的意思哈。所以这就是人间预设的挑战。看起来好像我们都要靠自己。好，可是如果回到赛斯心法，赛斯会说，这些都是幻象，都是在仿佛我们都要靠自己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是有一个宇宙的力量在恩宠着你。而如果依徐医师的说法来讲，我希望这样的觉知，这样的一种开悟，离我们是越来越近的。好，这是赛斯心法的目的，也是我的目的，也是我的目的。好，我希望所有的人开始慢慢觉知到，包括我们所有的苦难，也许我们从这么多次的转世当中，我们所流过的眼泪，我们所有的悲伤，所有的委屈跟难过，其实是被看到的，是被了解的，并不是爱莫能助，并不是爱莫能助，而是他始终在护持着我们，而鼓励着我们，看着我们使用自己的力量，看着我们在学习跟成长。就像有时候父母亲看到孩子跌倒，你不一定会跑过去，因为你希望他自己爬起来，因为你相信他爬得起来。各位了解吗？不会每一个父母孩子跌倒都一定跑过去，不会的。如果孩子每次跌倒你都跑过去，他怎么自己爬起来？所以同时当你看到这个孩子爬起来的时候，你同时觉得很感动，你同时觉得很心疼，同时你知道他会爬得起来。我不知道各位理解刚许是这句话的背后的感受，就好像造物主在看着我们一样，就仿佛有时候赛斯看着鲁伯，赛斯也很想帮助他，也希望鲁伯奇迹式的疗愈，也希望鲁伯不要受关节炎所苦，也希望鲁伯在最后一次生病的时候活着离开医院，可是都没有发生，都没有发生，因为赛斯知道这是鲁伯选择要体验的人生道路。来，各位明白吗？好，就像我开个玩笑讲，你的孩子就是要走绘画这条路，你知道他会很辛苦，可是他告诉你他就是想走那条路，来，你能不让他走吗？来，各位懂我的意思？对啊，就像你的孩子，他坚持要走舞蹈这条路，你知道这条路将来挣钱的几率不一定很高，可是他告诉你他不走，他觉得生命没有意义。对，没错吧？那你能怎么样？你知道这条路是辛苦的，
这条路可能收入不稳定，最后你也只能祝福他，是不是？是，各位。好，那因为人类来到地球之后，我们太被我们的自我意识所迷惑了。就是简单来讲，徐师一直在讲一个名词，4个字，就是入戏太深。入戏太深，我们太沉浸在我们人生的戏剧当中，而忘记了这个戏剧其实我们自己有参与其中，这个戏剧也是我们自己编的，跟我们自己同意的。好，就如果徐师跟各位假设有什么地方不一样，当我遇到每件事，我会跳到更高的高点，好，更高的一个角度。这件事一定是宇宙要淬炼我，虽然到目前为止钱都还没有要回来，对方也都没有善意的回应。好，我今天早上才去打电话呛瞎背后的第2个金主大老板，我去呛瞎他，我说你事情不用解决吗？你这样事情拖下去，人家钱也没有，房子也没有，你事情不用面对吗？我跟他讲，3天后我要去找你，你把事情好好的解决。他就吓到挂电话了，他就吓到挂电话了。这些大老板们从来没有接过这种电话，我就直接说，你是不是某某人？他说对。我说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谁，我就是那个7天世纪的许天胜医师。你事情不用解决吗？你可以这样对待别人吗？各位，我根本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，他就吓到挂电话了。是啊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恩宠。恩宠有一种东西你会失去，当你恶意的伤害别人的时候。各位，当你怀着恶意的伤害别人的时候，你会失去恩宠。来，比如说对方现在有没有失去恩宠？有，他失去恩宠。你怀着恶意侵吞我的房子，我所缴的钱也不还我，各位，这就是有意且故意的伤害了。来，我应不应该失去恩宠？我不应该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并没有有意且蓄意的要伤害他，听懂了吗？我只是要回我要回的公道，听懂了哈？各位，所以你们就要问你们自己，你们有没有有意且蓄意的要去伤害别人？来，有还是没有？大声说。没有。大声说。没有。对，所以你们就应该活在恩宠，你就应该心中无所畏惧。是啊，然后有人就问我，徐师，那你不怕对方有什么黑道背景吗？我说黑道好啊，那就来呀。台湾是一个没有王法的地方嘛，而且我现在还巴不得上新闻呢。最好他到我家泼红漆，到诊所泼红漆，新闻就上了。名医被骗4000万，房子没了，又被泼红漆，那就好笑了。各位听懂了没有？那就好笑了。台湾社会会容许这种事吗？好，所以我刚讲，恩宠在于如果我用古人的说法，半夜敲门心不惊。好，当然你不是担心你家人出了什么事情了那种恐惧担心，半夜敲门心不惊，因为你没有做亏心事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因为你没有想着恶意处心积虑对付别人，所以你不会想着别人恶意处心积虑要对付你。好，对，许医师目前是在处心积虑，可是我不是在对付他，我只是要回正义，跟要回你们从我这边侵占的东西，各位明白吗？我并没有要伤害你人身的安全，我并没有要伤害你人身的安全。对，我不会去越这个线，各位明白哈？我不会去越这个线。OK， 好，所以如果各位你们并没有有意且蓄意的伤害别人，
那么你应该处在恩宠的状态。但是徐师最近其实发现，很多人其实很恐惧耶。我们有好多的恐惧耶，各位，恩宠的状态就是没有恐惧哦，就是没有恐惧。可是我们却非常多的恐惧。好，我举个有趣的例子。好，徐师明天中午是在中正纪念堂演讲嘛，早上10点到11点半。好，那结束之后，我就希望大概带着同学大概将近100人左右，好，散步到那个成盘建设的前董事长，就是骗我4000万的那个人范义恒，散步到他家门口，然后拉个白布条，范义恒欠债还钱，范义恒出来面对。好，然后我们的基金会就开始去问律师了，律师就给一堆意见。好，说这个什么触犯集会游行法，这个触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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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不爽了。法律是在约束好人，法律可以让坏人骗了我4000万跟房子而没事。我今天要去抗议，我还要守法，我都是一样都是在站登记啊，各位听懂没有？我说有这种事哦，法律是在保护坏人的哦，让好人无能为力的哦，是吗？对不起，我不同意，我不接受这个事实，各位听懂了哈？如果事实这样，但我就不接受这个事实，我们就上街头要求修改法律，听懂了吗？可是这怎么对呢？徐师花了200多万的律师费，拿到3审胜诉，对方可以逍遥，1毛都不用还我。我现在要去要债，我还要遵循法律，还什么都不能做。对不起，我不接受。我就跟工作人员说，那我们就用旅行团呐，旅行团去到那边行不行？可以啊，我散步过去，旅行团呐，到定点再把白布条拉开啊。开玩笑，警察来了，说你非法集会，布条收起来就离开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从我白布条拉开到警察来，起码还有10-20分钟吧，对不对？3次警告机会，对。我们撑到第2次就好啦。我散步去他家门口不行吗？我只是告诉他你不能这样欺负人啊，来行不行？所以学生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们这些善良的人要一直那么的害怕违背法律啊？这些人他可以玩弄法律，你们觉得对跟不对？而善良的老百姓竟然是无力感，对不起，我不能接受，我不能接受。来，各位懂了没有？好，所以如果你们明天有想要去中正纪念堂的，对不起，跟徐师散步过去。好，那我再次跟大家保证，徐师是 love and peace， 好不好？love and peace， 哈，爱跟和平。好，徐师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惹是生非过，我从来没有结过仇人跟敌人，没有的。大家知道，徐师某部分像是个修行人，我没有任何的仇人跟敌人。对。是啊，好，所以我不打算失去我的恩宠感，我不打算失去我的安全感。各位想了解我的意思？好，我只是觉得为什么善良老百姓是没有力量的，这一点我不接受，我不接受。对，好，我们要展现我们的力量，不代表我们要去威胁别人。我们要威胁你，我是要让你知道你必须还钱，我让你知道，我知道你住在哪里，我让你知道，我知道你住在哪里，你不能这样欺负人。各位，好，我们再回到恩宠的状态，还有喜悦。来，对喜悦这个题目，许师跟大家讲过很多遍，很多遍，而赛斯心法是非常强调喜悦的。来，我们要这样讲，如果人生充满意义是无所不在的，那我也要讲，人生充满喜悦也是无所不在的，只是我们失去了童心。
我常常告诉我自己，不管我今天年纪多大，身份地位多高，我都还要持续在人生中不断的搞笑。所以之前有没有看过徐医师那一条根的笑话？没有的话，上我的脸书好不好？我一定要讲这个笑话哈。这个因为之前徐医师腰痛嘛，那又发生这些事，同学就很心疼我，就跟徐医师说：“徐医师，好，有一种膏药叫一条根，好，对，这个贴起来非常好。”那我就在下面回应我说：“一条根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害羞哦，因为我都不知道要贴在哪里。”好。后来有一次去超商，我真的看到一条根呢，而条根上面就是卖保险套的。这一条根为什么跟保险套卖在一起呢？放在一起呢？是不是它用的器官是一样的？我就更害羞了，我就把那文章抛出来。我说我真的看到一条根的，可是它上面跟保险套又是放在同一个架上，是不是使用部位是一样的呢？好害羞哦，好害羞。好，来。笑话讲完了，其实我的意思是说，在人生当中，不管悲剧、喜剧，其实你有没有看到一切的创造背后的喜悦？喜悦。好，虽然这个有点难笑，各位懂我意思哈，有点不好笑。比如说，我徐师举我这张例子，而且我觉得这个例子好，我最近发生这件事好棒哦。因为如果有同学觉得我跟你们很遥远，那现在我跟你们一点都不遥远的，听懂了哈？对，好，徐师跟大家一点都不遥远了。对，我觉得我这次事情，好，这个什么跌落神坛是，我是蛮喜欢跌落神坛的事，因为我本来就不觉得我在神坛上啊。好，那如果说在云端上，我有一点，也许还愿意承认，好，徐师的确有一点活在云端上。好，我的各方面，我跟大家讲过嘛，现实生活各方面都很安定，对，好，然后也没有欠子女债，好，然后父母就等妈妈死掉，好，也算是颐养天年。那我妈又不肯死，好，我也只好继续跟她这样搞笑下去。我的生活其实也没有什么压力，好，就是推广赛斯心法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除非发生这件事，否则我其实是很难跟现实世界，很难跟大家的实相连接在一起。好，那我不知道结果发生这件事，看到好多同学对许医师的那种共感、心疼跟不舍，有没有？对，这是我这次感觉到啊，不然许医师离大家好遥远哦。你看，一秒回到文革前，有没有？好，一棒打回。好，这个跟大家变得好靠近了，跟大家变得好靠近，对，好，不但跟大家变得好靠近，而且不只是为各位传道授业解惑啊，甚至还开始需要各位给我关心跟给我帮助了。所以经过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我跟整个基金会情感连接在一起。好，因为许医师这个人。就像喝了那个瑞布一样，红牛越飞越远哈，就许是就是越飞越离开这个世俗啦。好，然后有一点不食人间烟火，好像不久之后就要涅槃的概念了，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哈？啊，不久之后就要涅槃了，就已经要远离这个世界了。对，因为我是在生活当中，我就是很简单，看门诊推广赛斯心法。然后家庭生活也很简单，好，没有任何的烦恼。好，那你看宇宙多恩宠我，感觉宇宙多恩宠我。好，借由发生这件事情，好，然后跟各位产生连结，产生情感的共感，然后给我这么丰富的情感大餐，有没有？好，还要打电话去跟人家呛虾，这什么时候会是一个心灵导师做的事啊？他简直就是潜能开发课吧？有听懂我意思吗？然后我太太在旁边就用仰慕的眼神看我，你好勇敢哦，你好勇敢哦，你怎么有办法打电话去跟这些大老板呛虾？哦，说不然嘞，他这样欺负人，我不用跟他呛虾哦。他都不知道他带给人家多少的不舒服，他怎么可以好好的过日子呢？
对，各位，宇宙不是你给出去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吗？你怎么觉得你可以这样伤害别人，而不用自己好好的面对自己呢？来，各位懂了吗？所以为什么人要失去恩宠，就是要产生同理心。好，所以今天徐师一早打电话，他说，其实对方吓一跳，他吓一跳。这些大老板们什么时候接过这种电话被呛瞎？可是你一定要知道你是怎么对付别人的啊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永远躲在背后嘛。好，回到刚讲，好，所以许是这一次从云端跌落人间，跌落人间。各位，我觉得很棒，而且我就要跌给你们看。各位了解我在说什么吗？我就要跌给你们看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所以这次同学觉得好开心哦，许是跟我们好亲近哦，许是不像没有再那么遥远了，许是变成受害者了，哇！同学变得好，对我变得好亲切哦，对，变得好有感觉哦。来，是吗，主任？是。后面是谁说是的？谁那么没有良心？然后再讲一句，徐医师终于有事情需要大家帮得上忙了，不然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得上我的忙？你没有任何东西帮得上我的忙，各位了解吗？许是终于有需要各位帮忙的地方了，许是终于有地方需要各位一起来支持跟努力了。然后刚讲，我也有一个机会带各位上街头，而且我们赛斯家族，各位是一辈子没有上过街头的，甚至我们都是所谓的中间选民吧，如果以政治术语来讲。那我常讲，当这一群人发生怒吼的时候，就表示台湾的社会要改变的。他必须回到心灵。好，政治是解决不了人性的问题，各位了解吗？他必须回到心灵。所以经过这次事情，各位，也许徐是要感受到宇宙对我的什么恩宠。幸好失去这4000万，我还不会没有饭吃。而且对于过去觉得徐是过得太好的人，心中也有了安慰。是不是？对，觉得徐是过得太爽的人，好，心中也有了安慰。意思就是说，哎呦，徐医师，你不是说心想事成创造实相，难得你也会有这一天哦。对，大家突然就觉得自己没那么糟糕了。所以能够借由自己踩到香蕉皮而跌倒，让各位开心笑一下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恩宠吧，是吧？那个，我很想拖鞋飞过去，我很想拖鞋飞过去，那同学非常开心的说着是，好来，所以在这过程当中，看起来好像是一件不好的事，来，可是各位记不记得我们赛斯心法一直在讲，灾难是什么？来，大声一点，化了妆的祝福。灾难是化了妆的祝福。来，徐师再强调一遍，我正在示范，当我自己真的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如何真的活用赛斯心法，这就是我要示范给大家看的。好，所以最近，比如说很多同学来看我门诊，进到我的门诊都不谈这件事，然后到了柜台就会问他们：徐师还好吗？徐师还好吗？因为他们觉得可能一般人遇到这种事就吃不下睡不着了，毕竟4000万不是一个小数目，各位听懂了哈？对，发现徐师好像过得还不错，而且灾难是化妆的祝福，灾难是化妆，还有前面还加一个干字，这是开玩笑的，各位，徐师在面对给大家看，如果赛斯心法说的是真的，灾难真的是化了妆的祝福，那么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心态不要掉入负面、悲哀、沮丧？各位听懂了吗？这件事一样，多少人告诉我没用了，对方已经全部都脱产了，法律上也做完美的切割了。因为徐师是这个建案的最后一户，也没有其他的受害者了，他等于说就是等着落单的单身女子啦。听到没有？我就是那个落单的
妙龄女子，所以没有其他人了，只有我一个人了。这样了解吗？对，很多人说没机会了，这个建商已经玩太多这种把戏了。那这时候我怎么样保持无可救药的乐观？好，所以我跟我太太最近两个人一直在揣摩。好，来，什么是无法是什么意思？我懂啊，无法之什么法？没有方法之后所产生的方法。来，这次就是心灵了哦。然后什么？无路之路。好，因为我们的律师告诉我们，那就是拿到一个债权证明啊，然后去扣对方的财产啊，可是早就扣过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扣个屁呀！因为在一审、二审判决其实就已经可以扣了，对，其实就已经扣了。无法之法，无路之路。我们的律师说没了，就没了。对啊，是啊，所以我常常跟我太太在讨论，什么叫无法之法，无路之路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再回到心灵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当社会上这么多的媒体带着这么多的恐惧、偏见与限制的资讯的时候，你是否问过自己，什么才能让你跟全家人及孩子们能够得到正向的能量，能够对未来充满了期待跟喜悦，而活出生命的独特平安跟自在呢？为了这个目的，我们成立了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，就是希望为全世界的人类提供一个向内觉察、传递正能量，协助每一个人都能把我们内在的正能量、我们的内我的爱、智慧、慈悲、创造力、喜悦跟潜能打开，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，来活出身心灵平衡健康的人生。而这10几年来，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一共自播了身心灵的公益讲座、读书会近2000场，而我们所有的时事健康节目也近100集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支持我们的理念，希望您一起来支持我们的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，而您的小小的捐款能够让我们大大的出力，能够让我们为这个社会尽每个人能尽的一己的力量。希望您能够与我们一同来参与这样的行列。再次的谢谢你。